你总是把拖延的问题归咎于自己，这恰好是你戒不掉拖延的根本原因。上大学那会儿，每次考试前我都会制定详细的复习计划，但每次的实际情况都是继续打球打游戏，只有到了考试前一天的晚上，才深度挖掘大脑与体能的极限。如果说是我拖延，但为什么只有复习才拖到最后？像打球打游戏这些事儿，我比谁都积极呢。所以拖延对事儿不对人。你拖延并不是因为你懒，你要真的懒，你连游戏都懒得打。这样看来，你因为拖延总是找自己的问题，又是怨自己又是逼自己，其实非常痛苦，也没什么效果，因为拖延的问题并不在你。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会解开你对拖延症的所有误解，让你彻底摆脱拖延。咱们先反过来想一下，什么事儿你绝对不会拖延？比如一件事儿你感兴趣也比较擅长，完成之后还能得到一些奖励，那你肯定用不着催，自己主动就做，做不完甚至还浑身难受，对吧？感兴趣和擅长代表了这件事的阻力比较小，奖励能刺激你，给你带来动力，一来二去你就有了强烈的意愿和动机。说白了，你想不想做一件事儿，其实是动力与阻力之间的博弈。当然，事情本身对你的诱惑程度属于外因，你也会因为自己的一些问题来衡量是现在做还是往后拖。比如你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好，工作先放一放，这属于内因。而如果你一直对自己的要求过高，总觉得自己状态不好，这就是常说的完美主义，拖延也就从内部滋生了。这样一来，我们把拖延这个问题分成动力、阻力、内因、外因两个维度，而这4个象限内，每个象限恰好都有一个让你提不起干劲儿，能拖就拖的真正元凶。有一天你正在散步，走着走着发现地上有个坑，你觉得自己应该能跳过去，但大脑不同意了，它会把这个危险放大，让你保守一点，原路返回。人的大脑都有这个特性，就是对威胁特别敏感，它甚至会夸大和扭曲威胁程度，以此来影响我们的决策。接着你发现坑那边有100块钱，但大脑又对比了一下损失跟收益，还是劝你别冒险。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损失厌恶。同等的损失和收益，前者给大脑带来的反馈要强烈得多，只有当成功的回报远高于失败的损失，大脑才倾向于去做，也就是坑那边的钱要远超于摔伤的医药费，它才会让你试试看。这是大脑进化的结果，毕竟在远古时期，祖先们不谨慎点，随时有可能丢了性命，所以避免损失一定是考量任何事儿最重要的原则。但现在威胁和收益变得更加对称，人们不用担心随时被野兽叼走，不行动却很容易错过机会，这个原则就显得过于保守了。我之前想要创业，拖了几年不了了之，现在看来就是因为威胁敏感。大脑先是放大威胁，你知道成功率多低吗？你现在还能应付房贷车贷，万一创业失败，房要收车要卖，你还不如去购贷。接着他还帮我对比损失跟收益，创业的收益是未知数，但你的损失那是清清楚楚，薪水没了，时间也没了，你图啥？被大脑这么一打击，就会陷入一种负面循环，遇到事儿不敢尝试，还把原因归咎于自己。在这种心理暗示下，自信心、掌控感、行动力全面下降，更不敢应对变化和挑战。B 站纪录片《心灵密码》中提到了行为科学家皮尔斯·斯蒂尔的时间动机理论，也叫做拖延方程式。期望就是你对做成一件事的信心，价值是这件事给你带来的回报，二者构成了做事的动力。分心是你的专注力和环境的干扰因素，延迟则是完成这件事的时间以及需要多久才能兑现回报，它们俩构成了阻力。比如今天周二，老板让你周五交项目计划书，你一看时间还这么久，这代表延迟很长。然后朋友还找你开黑，干扰造成了分心，这2个因素都增大了阻力，拖延也就在所难免。而如果今天是周四，这就缩短了延迟，同时紧迫感也迫使你专注起来，阻力被降低，你也就说干就干了。反馈缺失有2层含义，第一层是事情本身就缺少反馈，如果一件事让你感觉不到价值，你肯定不愿意干。就像父母再怎么说学习重要，你看不到学习能给你带来什么，你就不可能爱上学习。第二层是时间越长，大脑就倾向于认为这件事价值越低，让你误认为没有反馈。我们想不想做一件事取决于大脑对未来能获得多少奖励的预期，预期的奖励越多，动力也就越大。但如果做一件事的时间长，或者获得回报的周期长，大脑感受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它会调低对长期回报的期望值，这叫做时间贴现。所以大脑总是让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的事明天说。你是不是也尝试过让自己摆脱拖延，又是定目标又是做计划，然后用意志力逼自己执行，但每次都是3分钟热度，试过之后才发现还是拖延更爽。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的大脑都有稳定和节能的原理，就是说如果现状能满足你的需求，大脑就会变懒，让你保持现状，不去改变。比如你每天都是白天上班，晚上打游戏，这些满足了你的需求，你就会安于现状。突然有一天你告诉自己晚上不能打游戏，要学习了，大脑就纳闷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你这样折磨自己，然后想尽一切办法把你拉回来。这个时候你的努力其实是在用意志力跟自己的本能对抗，这是非常痛苦且低效的行为。痛苦的行为你再怎么逼自己都很难坚持。你见过哪个学霸像跟自己有仇一样，每天靠逼自己才学进去的？他们完全是把我们感到痛苦的事儿变成了日常习惯。这个习惯并不是靠意志力，而是来源于他们对学习的稳定需求。也就是我们在死磕意志力的时候，人家把意志力变成了习惯，大脑对学习产生了稳定的需求。学习对他们来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例行公事，就像刷牙洗脸一样，哪天要是不学，反倒觉得缺点什么，浑身不自在。所以如果你对一件事没有稳定的需求，你不仅会一拖再拖，即便你想要做出改变，戒掉拖延，也是心有余而意志力不足。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发现，每个人在面对问题和挑战时，大体上会采用2种不同的应对策略。第一种是行为导向，不管这件事好不好办，我先行动起来，做的过程中再慢慢调整。第二种是状态导向，这个问题不好办，我得先调整自己的状态，等准备充分了再行动。前者注重过程，离目标有100步，我哪怕只迈出1步也是一种胜利。后者注重结果，这100步如果我走不完，哪怕走了99步也徒劳无功，还不如不走。这样一对比，你就能发现，状态导向的人容易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又因为威胁敏感的原因，大脑总是把困难放大，所以即便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也会在心里告诉自己还没准备好，还不是时候。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旅游，本来带3000就够了，你总是担心不够，一定要带5000才放心。这种过度准备，说的好听点叫完美主义，但实际上也是一种逃避，因为很多人故意把完美主义当成是自己拖延的借口。而且跟行动导向的失败相比，状态导向的没做会给人更深的后悔和遗憾。心理学家基洛维奇和梅德维克提出了一个后悔时间模型，他们发现短期内人们更容易为做错感到后悔，但如果把时间拉长，没做的后悔程度要远远超过做错，它甚至能持续很多年，成为记忆中一个永久的遗憾。为了不留遗憾，接下来咱们针对上面4种拖延，分享一些行之有效的解脱方法。1. 掌控大脑，战胜威胁敏感。威胁敏感本质上是大脑的思维比较活跃，有点不受我们控制，所以做每件事之前都要先跟大脑斗争一番。但如果我们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原来是大脑在吓唬自己。所以下次被大脑威胁的时候，我们就问自己几个问题：这个危险是真实的吗？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有什么办法可以应对它？可以找一张纸写下来，然后在后面写下你想到的解决方案。通过这种方式，先让负面想法呈现出来，然后用理性思维和真实感受一个个解决。这个过程可以强化主动性，让你感觉可以掌控自己的想法。等到熟练了，就不用再写了。每次大脑冒出负面想法时，你都能拉回思绪，专注到行动中。2. 一一赋能，克服反馈缺失。这个方法是心理学家迈克尔斯戴格提出的，它能帮我们给没有反馈的事情赋予价值，从而激发我们的行动力。同样找一张纸，分成4列，第一列写出对你来说重要的人，你的目标、兴趣。第2列写出你现在要做但提不起兴趣的事儿，比如学习、练琴、工作。第3列从第1列列出一个目标，跟第2列的事情联系起来，比如你学习是为了追到隔壁班的学霸女神。第4列写出具体的情景和例子，目的是把遥远的预期具象到现在做的事情上。比如当你的成绩排在女生之前，甚至第1名，她一定能记住你，你甚至还有机会跟她探讨学习问题和志愿填报。这种反馈才能刺激到你，远比听老师父母唠叨那些学好了能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的话强太多。更重要的是，你每天上学都能见到它，能让你产生一种离目标很近的错觉，抵消了时间贴现的负面作用。3. 最小行动，培养稳定需求。最小行动法我觉得是最简单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法。稳定需求讨厌的是改变，那我们就不改变，只微调，从一个让大脑不排斥的最小行动开始，把阻力降到最低，让你不行动都不好意思。比如你要减肥，不着急追求每天练多久跑多远，每天洗澡前就做1个俯卧撑。又或者培养看书习惯，别强迫自己每天看多少页，就吃完饭翻2页，不用怀疑，就是这么简单，而且亲测有用。这么做有几个好处首先你不会排斥，也就没有压力和负担，拖延的可能性就小了。
其次，由于大脑的稳定性，开始了你就不会真的只做一个俯卧撑，只看2页书。最后，你发现每天竟然能超额完成任务，这个成就感又强化了你的行动力，也就更容易坚持下来。等到大脑对这种行为产生了稳定需求，你再把目标提高一点点，慢慢的你发现自己也能把别人认为困难的事儿变成轻而易举的日常习惯。4. 内隐自我，改变状态导向。内隐自我是一个人在过往经历中的种种经验、信念和知识加在一起构成的一个庞大的自我系统。当我们面临与之前经历相似的情境时，内隐自我系统就会被激活，给我们带来积极情绪和行动意图。行动导向的人，内隐自我会伴随着外界的困境和威胁同时被激活，为他们提供充分的行动力。但状态导向者的内隐自我往往会延迟一会儿才被激活，这也就导致了他们很容易被眼前的困境吓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行动导向的人经常需要自主地做决定，久而久之，他们会把外界的威胁跟自主性联系起来，建立一种强大的自我效能感，让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和掌控感，并且把注意力集中在行动上。所以状态导向的人想建立自我效能感，也要练习自主做决定。其实很简单，就从一些小事开始。下次朋友聚餐，你不要说随便都行，你就自告奋勇点菜，或者开会的时候领导问大家有什么想法，你就试着站起来说2句。大脑会忠实地记录你的每一次行动，并根据每次的决策和反馈不断地调整和丰富内隐自我系统。时间一长，你会发现你并没有刻意改变什么，但就是更自信，也不再拖延。除此之外，心灵密码中也提到一些小技巧，我觉得很不错，比如创造无干扰的环境。大作家同时也是资深拖延症患者雨果甚至把自己脱光，这样就只能安心在家创作了。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下，没准也能让你对拖延症有全新的认识。好了，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小伙伴们的拖延有一点点改善，不要小看这一点点，至少你的大脑没有排斥，而这就是改变的开始。最后也希望大家一键3连，要知道下次一定也是一种拖延啊。1995年的一天，一个叫麦克阿瑟·惠勒的年轻人大摇大摆地抢劫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银行，由于没有戴头套，很快就被捕了。但是他自己觉得难以置信，因为有人告诉他只要把柠檬汁涂在脸上就能隐身，而且他信了。警察也觉得难以置信，这种脑子纯粹是来送人头的吧。但我们可不能骂他傻，因为傻的人绝对不会认为自己傻，而且会理直气壮拿各种论据来反驳你。这并不是个笑话，而是个真实存在的心理现象，也并非极端少数，反而是极为常见的。比如公司每年年底的 KPI 考核都有自我评定部分，一多半的人会把自己排在前 5%。 比如大多数司机自认为驾驶技术牛叉，会骂那些超自己车的司机。再比如股票基金论坛里各种看空看涨，互相抬杠，互道傻叉的等等。1999年，2位心理学家，一个叫邓宁，一个叫克鲁格，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对人们阅读、驾驶、下棋或打网球等各种技能的研究发现，能力差的人通常会高估自己的技能水平，而且不能正确认识到其他真正有此技能的人的水平。他们把这个现象称之为达克效应。邓宁将这一效应继续推广到一个人的能力发展，即学习一种新技能时将经历4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初学者往往会自信心爆棚，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此时是站在愚昧的山峰。第二阶段，随着学习的进行，知道自己不知道，自信心会大幅下降，跌落到绝望之谷。第三阶段，在不断学习和提升之后，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知道自己知道，自信心逐渐回升。第四阶段，达到了一定境界，就像高手中的高手，不知道自己知道，此时站在平稳的高原。我们会发现，处在愚昧山峰的那群人的自信，往往比处在高原区的大师还要高。他们会觉得自己很厉害，甚至会吐槽嘲笑那些大师。有趣的是，这个研究在2001年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不了解情况的人一看到搞笑2个字儿，马上会联想到无厘头之类的事儿。但这个搞笑诺贝尔奖还真不是乱来的，评奖的人都是学术大咖。原本奖项英文名称的直译是另类的诺贝尔奖，其目的是选出那些乍看令人发笑之后发人深省的研究。入选搞笑诺贝尔奖的科学成果必须不同寻常，能激发人们对科学、医学和技术的兴趣。所以这一现象并不是那么好笑，反而细思极恐，因为我们也许都在高估自己还不自知。2013年，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办的盛大音乐节期间，一档深夜脱口秀节目派出记者接受采访，捕捉潮流前线的年轻人吹嘘的镜头。记者随机采访他们关于一些乐队的看法，当然这些乐队其实是不存在的。令人惊讶的是，众多受访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陷阱，而对这些乐队高谈阔论，显得非常自信，来掩饰他们的一无所知。无独有偶，美国的赫芬顿邮报曾做过一项民意调查，向公众提出一些非常离谱的观念，比如太阳是围绕地球转的，买彩票是非常好的投资方式，个子高的人跑步容易缺氧等等，让他们做判断，
但是结果表明，每一条离谱的观念都有 20% 左右的人会盲目相信，这就是著名的无知1/5法则。也就是说，无论一个观念多么离谱可笑，在世界总会有 20% 的人盲目的相信它。有些人知识的匮乏，或者说认知的障碍，看起来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长短的原因。郭德纲说过，内行要是和外行去辩论，那就外行了。比如我和火箭科学家说，你的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煤。科学家要是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为什么会出现达克效应呢？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一个人在自己相对陌生的领域，只能看到也只能理解表面的冰山一角，完全不了解海面下的部分，也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产生了自以为知道的错觉。而且人们身边的人认知及能力往往与自己差不多，所以接收不到可以纠正和提升自己的信息，这一点强化了自己的错觉。即便偶尔遭遇了失败，由于基本归因偏差的影响，人们会把原因归咎于外部因素，而非自己。久而久之，人们站在了愚昧的山峰还不自知。那如何克服达克效应呢？既然无知的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要摆脱自己的无知，就需要知道自己不知道和增加自己的知道。一、保持对未知的敬畏。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学生有一次请教说，老师，您的知识比我的知识多很多，可是您为什么总对自己的解答有疑问呢？芝诺在桌上画了一大一小2个圆圈，说，大圆圈的面积是我的知识，小圆圈的面积是你们的知识，我的知识比你们多，这2个圆圈外面的就是你们和我无知的部分。大圆圈的周长比小圆圈长，因此我接触的无知的范围也比你们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怀疑自己的原因。知道的越多，也会发现自己不知道的越多。保持对未知的敬畏是突破自己的第一步。很多人盲目自信，除了让自己看上去可笑之外，也让自己固步自封，难以成长。他们往往用低维认知先入为主，对高层次的认知视而不见，跟你抬各种杠。很多杠精就是这种情况。相反，那些认知水平高的人往往更加谦和低调，保持对未知的敬畏，不断学习和成长，差距也就如此拉开。2、接受自己的无知。一位心理学家做了一个调查，让上百名受访者评价自己的驾驶技术。90%的人都说自己驾驶技术是中等以上，而很少有人说自己处于平均水平或低于平均水平。但是我们都知道，根据平均水平的定义，有 50% 的人驾驶技术高于平均水平，就一定有 50% 的人驾驶技术低于平均水平。很多人可能知道自己的无知，但不愿接受，这就需要通过另外2方面的努力去改变。首先，自己要放低心态，主动接受无知；其次，要扔掉面子，坦然接受别人的否定和批评。这可能是个挑战，毕竟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愚昧。可仔细想想，成长不就是不断推翻自己、重建自己的过程吗？就拿星河来说，回想5年前的自己，才发现之前的自己有多傻叉。如果我现在还没有发现之前的无知，并不是我之前有多厉害，而是我在原地踏步或不断退步。3、不断学习，扩充已知。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的认知都有局限，彼此有交叉重叠的地方，也有互不关联的地方。就像之前比较火的一款贪吃蛇游戏一样，你吃了别人的蛇，才能让自己变得更长，而这个长度也决定了你能吃掉的蛇的长度。了解星河的小伙伴应该知道，我不止一次地提到学习的重要性，但总有人坚持读书无用论。我一般不会反驳，因为认知水平容易提升，但思维方式很难改变。巴菲特、比尔盖茨每天都会保持阅读的习惯。科里在《富有的习惯》一书中也提到，88%的富人每天至少阅读30分钟，内容以自学和自我提升类阅读为主。富人阅读是为了获取知识。你看，成功人士都在不断扩充已知，我们普通人有什么理由拒绝成长呢？想站在持续平稳的高原，就需要先跌入绝望的深谷，再慢慢攀爬。这个过程极其痛苦和漫长，也会遭到站在愚昧山峰上那些杠精们的嘲笑和攻击。不必理会，等你真正的爬上去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离杠精太远，已经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东野圭吾在《白夜行》的书评中写道，世上有2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成年人的世界复杂到不敢想，也想不到。年龄越来越大，人际交往却越来越难懂。小时候你给我一颗糖，咱俩就是最好的哥们儿。长大了他背地使坏，我还不得不笑脸相迎。成年人的社交并不是单纯的靠将心比心，而是2个甚至多个复杂的人心，在各种得失利弊的驱使下建立起来的利益关系。
这5条社交潜规则，每一条都现实的刺痛你我，但它洞穿了人际关系的真相。1. 没几个人真心希望你过得好。之前马来西亚一名网红莫哈默连续几天在直播中故意炫富，不仅露出手上的大金表，还夸张的在桌上放大量的钞票和金链子。结果在最后一次直播的晚上，3名观看了直播的歹徒冲入了他的办公室，把桌上的钞票和金链子洗劫一空，还射伤了他的左腿。受伤的莫哈默依然敬业，在住院期间依然坚持直播，遭到了粉丝的反感，甚至有网友表示中枪了还直播，下次进坟墓最好也不要忘记直播。很多人喜欢炫富，朋友圈里晒各种优越感，当事人可能会觉得我有钱就是这么生活的，碍着别人什么事儿了。但晒着无心，看着有意，人都是有攀比心理的，而这种心理积攒到一定程度后，只会引发过激反应，这在心理学上叫情绪勒索。情绪勒索一书中指出，人们会被自己的嫉妒、愤怒、悲伤等情绪绑架，促使人们做出不理智的负面反应，比如嘲讽、施压甚至攻击，以此来夺回控制权，平衡自己的内心。而且这种心理在彼此认识的人之间更加明显，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嫉妒比自己过得好的朋友，而对有钱的陌生人毫无感觉。有句话说得好，除了你的父母亲人和极少数朋友，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因为你过得好而开心。对于更多的人来打听你的事儿，只是为了确定你过得比他们差，字字扎心，但事实如此。所以有钱自己乐，低调做人，就是一个人莫大的智慧。2. 朋友多少在于你的利用价值。在人际交往中有一个跷跷板定律，玩过跷跷板的都知道，谁都希望对方把自己抬起来，但重的一方不会只给予不索取，所以轻的一方只有不断的增加重量，双方互相抬举，才有可能让大家都有机会升到上面。社会心理学家霍曼斯提出，人际交往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交换的过程，相互给予彼此所需要的。当你作用资源对别人有利用价值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趋之若鹜，百般献好，希望从你身上获利。但当你失去了利用价值，你才能看到那些人的真正嘴脸。施瓦辛格曾在网上发布过一张照片，他躺在自己的铜像下睡觉，并悲伤地写道，时代如此变化。当年他当州长时，出席了这家以他雕像为名的酒店开业典礼，总经理向他承诺，无论任何时候都会为他免费预留一间房间。但是当他从州长位子退下后，再去入住时，却被告知要付钱，因为酒店房间供不应求。其实生活中类似的例子很多，一个被免职的领导，称呼可以立马从张总变成老张。人们想要认识的不是张总本人，而是他所处的位置、拥有的权利、掌握的资源，没有这些他就只是老张。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不优秀，认识谁都没用。想要在人际交往中占有主动权，就要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让别人来认识你。3. 任何关系都要保持距离感。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感情也会死于理所当然。太不把自己当外人，太喜欢拿交情说事儿，对任何关系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人与人之间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做。不要以为关系好就丢了起码的分寸感。心理学上有个刺猬定律，2只困倦的刺猬由于寒冷拥抱在一起，可因为各自身上都长着刺，刺的对方怎么也睡不舒服，于是他们离开了一段距离，但又冷得受不了，于是又凑到了一起。几经折腾，2只刺猬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距离，既能互相获得对方的体温，又不至于被扎。所以不管什么关系，都要找到这个合适的距离。一段爱情最合适的距离莫过于相互尊重，彼此成就。刘嘉玲喜欢热闹，经常会有很多朋友来家里玩。梁朝伟喜欢安静，一般是一个人在家看书或者跑去喂鸽子。但他不仅不反对刘嘉玲的爱好，还称赞他的生活方式很有趣，而刘嘉玲也尊重梁朝伟的爱好。就像他说的那句话，婚姻里最完美的控制就是不控制。我不去干涉你的生活，你也尊重我的爱好。生活也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微妙的距离，才能在彼此之间建立一个舒适区。很多人打着我是为你好的名义，打探你的隐私，干涉你的决定，触碰你的底线，其实是典型的心理绑架。朋友之间不越界，恋人之间不捆绑，亲人之间肯放手，给自己留一点缓和的余地，给别人留一些隐私的空间，这也许就是人和人之间最美的距离。4. 老好人没好报，只有好欺负。好人有好报，但老好人没有。区别在于善良的度，没有棱角的善良，不仅不能向世界传达你的善意，反而输送了你的惬意。对方很可能得寸进尺的要求和索取。作家三毛的稻草人手记写道，他在临出国游学前，父母一再叮嘱他，出门在外凡事忍让，吃亏就是便宜。万一跟人有了争执，退一步海阔天空，绝对不要跟人怄气，要有宽大的心胸。刚到西班牙入住女生宿舍的时候，三毛热情善良，经常把属于舍友的事情都做了。渐渐的，室友开始把他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铺床、打扫卫生、打水成了他一个人的事儿。过度的谦和善良让三毛成了别人眼里好欺负的傻瓜，
直到有一天，室友们在他的床上喝酒打闹，院长莫名的责骂他，他终于决定反抗。奇怪的是，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反抗后，那些习惯享受3毛的忍让和付出的人，对待他的态度反而变好了，用了他的东西会及时归还，会给他打水，吃饭的时候也会帮他买一份。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话，你这么好一定要帮我，你这么好一定不会拒绝我吧。碍于面子或者担心关系破裂，只好一次次降低底线。可是仔细想想，我好并不是我必须帮你的理由，帮你的理由应该是我觉得你好才对。董卿说，你若好到毫无保留，对方就敢坏到肆无忌惮，所以要让对方有分寸感，你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5. 夸奖不要当真，自嘲不要附和。清代有一个才子叫袁枚，20岁出头就被任命为知县。他离乡上任前去向老师道别辞行，老师对他说，官不好当啊，你有什么准备吗？袁枚回答，只准备了100顶高帽子而已，其他没准备，打算见人就微笑送一顶。老师听了很不高兴，厉声道，枉负我多年对你的谆谆教导，为官要刚正，你怎么也搞这么俗气的一套？袁枚马上回答道，老师您说的对，可您想一想，在当今的社会上，像您这样为人正直、明白事理且不喜欢戴高帽子的人又有几个呢？听袁枚这么一说，老师马上微笑点头表示赞同。袁枚转身告别，内心感慨，高帽子还没出门就送出去了1顶，看样子100顶还不够。人们都喜欢被恭维，所以想要在人际交往中左右逢源，就要学会恭维这个技巧。但如果把别人恭维的话当真，就显得不按其道了。同样，别人自嘲的话也不要附和，表面上是别人嘲笑自己的缺点，其实是掩饰自己的焦虑和不安，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些许安慰。比如你的一个女性朋友说自己最近又胖了，你如果说对啊，早就看出来了，免不了一顿毒打。你可以这样说，没有啊，完美的人总要求自己更完美，让我们普通人怎么活啊？人际交往难在人心的复杂，我们没办法去揣摩每个人内心的规律，但如果读懂了成年人的社交潜规则，就可以帮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变被动为主动。上述5条是星河整理的，句句扎心，难以接受，但身处社会这个大染缸，谁又可以独善其身呢？所以即便不屑使用，但是不能不懂。小伙伴们还知道哪些社交潜规则呢？留言告诉我吧。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老实人，你会发现自己在社交中永远处于被动地位，永远毫无底线的让步，永远在人后独自承受内耗的痛苦。为什么呢？其实这都是因为你不够坏，因为你不够自私，不敢强势，不会嫉妒，脸皮太薄。你总是义无反顾地贡献自己的善良，但绝不会暴露出哪怕一丁点的恶意。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要教屏幕前善良老实的你如何变坏。事实上，这4种性格往往是我们守住社交底线，不被利益剥削的绝佳手段。之前我表弟给我讲了他职场中的一件事儿，他的领导有个项目，想带他和另外一位同事中选一个负责。职场人都知道这是个好机会，做成了升职加薪，做不成全能历练。由于他和这位同事也是朋友，所以在他的领导找他们沟通时，他碍于面子犹豫了一下，但那位同事显然没有这个顾虑，立马拿出了当仁不让的态度，最终也成功拿下了这个项目。大多数人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奉行着恭敬谦让的道德礼仪，这的确能帮我们获得赞誉，但它并不能帮我们赢得利益，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会造成利益的损失。斯坦福商学院等3所大学做过一个实验，研究者把被试者分到几个小组，然后给每人20美元的筹码，他们可以选择自己保留，也可以选择贡献出来当成小组的集体财产。送出筹码最多的人自然也更受欢迎，但在与其他小组竞争的情况下，研究者让每一组选出一个领导，这次就轮不到无私的人了，得票最多的是表现得自私并且具有攻击性的人。作为研究者之一的利文斯顿教授是这么解释的，人类天生倾向于服从支配，自私让人看起来更有主导性，而人们习惯把主导性和领导力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竞争的环境下。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自私的人更容易获得权力、地位、财富等利益。社会科学家达切尔·凯尔特纳对富人和穷人的各种社会行为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后发现，富人大多是利己主义者，而穷人更倾向于为他人着想。毕竟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但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人类社会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对各种资源重新分配，
这个过程避免不了损人利己或损己利人的情况。从社会层面来看，自私是人们争取资源的动力，谁更自私，谁争取到更多资源的概率就越大。所以像我表弟这种情况，有情分又要竞争，如果把利益看得更重，就不要在意自私这个标签；如果把道德或者面子看得更重，就不要纠结于利益得失，谁也不能又当又立，对吧？作家莫言讲过一个故事，他小时候家里穷，有次中秋节，一家人难得吃一回饺子，当然每个人也就那么一小碗。这个时候来了个要饭的老人，莫言端出半碗红薯干给了他，结果老人破口大骂：你们吃饺子，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莫言一听当时就懵了，这理所当然的口气竟然让他无从反驳。最终老乞丐赢得了道义的胜利，吃掉了莫言家半碗饺子。也正是因为莫言一家人的善良，他们经常被村里的人欺负。母亲在捡麦穗时无故被人打了一个耳光，大哥成为乡里第一个大学生，得到的却都是别人的嘲讽，自己仅仅因为偷了一根胡萝卜，被人带到父亲面前狠狠地打了一顿。父母总教导我们，凡事多忍让，吃亏就是福。但慢慢的你会发现，你越是委屈自己成全他人，越是主动让步不会拒绝，越换不来福报，相反得到的是别人无理的要求和索取。有次经历让我决定再也不惯着别人。朋友借我的车，虽然我每天通勤也要用，但还是选择自己坐地铁把车借给了他。结果车被划了，我说那你去补一下漆吧，没想到他来一句：你不是有保险吗？从那以后我意识到，别人轻视我欺负我，其实都有我的一份功劳。换句话说，是我同意别人这么对我的。他们在选择用什么方式对待我之前，已经权衡利弊过，经过了对比分析之后，最终选择了欺负和伤害。而如果换成一个强势的人，估计那个朋友就主动去补漆了。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你这么好一定得帮我，你可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啊。仔细想想，我好并不是一定要帮你的理由，选择帮你应该是因为你值得帮才对。所以小伙伴们千万不要像之前的我那样，好人有好报，但老好人只有好欺负。你有了锋芒，别人才会有边界，没有棱角的善良并不能向世界传达你的善意，反而是告诉所有人，我很懦弱，来欺负我吧。小时候我发现父母很矛盾，比如我看到别人家孩子吃汉堡买玩具，我就跟我妈说，但她总是回复我，人家有钱别羡慕人家。不过每次我考试考不好就不一样了，她会说，你看那谁谁又考90多分，就你笨。当时我就想用魔法打败魔法，回她一句，人家聪明别羡慕人家。但考虑到她的巴掌肯定比我的嘴硬，就咽了回去。他们一边不让我跟人家比，一边又把嫉妒灌输给我，因为他们清楚，只有我嫉妒那些学习好的学生，我才有可能学得好。知乎上有个学霸，他学习的秘诀就是嫉妒其他学霸，他不关心考多少分，考什么大学，就是想干掉比自己强的人，看到自己的名字排在他们前面。所以嫉妒也可以是一种在竞争中取胜的动力源。日本心理学家查木武俊说过，竞争心跟嫉妒心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要胜过比自己强的人，不愿输给比自己差的人，这都与嫉妒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人们之所以排斥嫉妒，很大程度上是担心自己掉入情绪勒索的陷阱中。情绪勒索就是说一个人被一些事儿影响，造成了过激的情绪，然后他通过嘲讽、打压、逃避等手段找回心理平衡。比如我看到老师把奖学金名额给了张三，我不服气，就觉得有黑幕，还在背后诋毁张三。你看，这也是嫉妒，而且这种恶性嫉妒完全是被负面情绪勒索，产生了不理智的行为。良性的嫉妒应该是，我看到张三拿了奖学金，我也想拿，所以我比他更努力，让自己超过他。二者的区别是，恶性嫉妒是把别人的好通过假想或诋毁的方式变成坏，良性嫉妒是把自己的坏通过追赶和竞争变成好。所以在理智的情绪下保持适当的嫉妒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会让你有一种冲动，把目标放在出色的人身上，接着超过他们，让自己变得更出色，而不是在大脑里意淫别人的缺点，然后让自己融入更差的圈子来平衡脆弱的内心。敏感的人在社交中特别累，我以前就是这样，朋友说我两句，我得细品好几天，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同样一件小事儿，别人波澜不惊，我越想越气，不停的内耗。虽说敏感并不是一种心理问题，有时候还有其独特的价值，比如更细心、更感性、更具有同理心。但很多时候，敏感的人总会被别人误认为是矫情、玻璃心、难伺候，而且他们很可能会成为其他人的情绪垃圾桶。
美国洛杉矶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学家加里斯梅尔做了一个实验，他让一个乐观的人与一个郁郁寡欢的人同处一室，不到半个小时，那个原本乐观的人也开始唉声叹气。后来通过进一步证明，只需要20分钟，不良情绪就会传染给其他人。虽然实验中没有考虑参与者的性格是否敏感这个变量，但我觉得敏感的人应该会被传染得更快。现实中，也正是因为敏感型人格更具有同理心，别人更喜欢找他们分享不开心的事儿。昨天被领导骂了，今天跟老公吵架了，别人说完可能就没事了，但这种坏心情会在敏感的人心里停留很久，他们甚至会以此联想到自己那些不开心的事儿，进一步放大坏情绪。当然，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过度在乎别人的评价，这也使得他们更容易成为标签效应的受害者，就是别人的话会像标签一样贴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进行自我印象管理，让自己的行为与标签一致。比如一个敏感的人被别人说笨，他真的会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在这种心理预期下，久而久之评价会变成现实。但如果一个心大的人被这么说，他立马就怼回去了，而且完全不放在心里。所以你得把自己变得迟钝一些，准确的说是脸皮厚一点，内心强大一点。你可以开导别人的伤心、焦虑、沮丧，但大可不必跟他们一起伤心、焦虑、沮丧。毕竟你首先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别人毫无道理的批评指责就更不用当真了。大家都为自己而活，犯不着恶心自己取悦别人，更何况是他们先来恶心你的，对吧？作为老实人，你总是把规矩奉为教条，把道德视为信仰，你背负了太多的负担，所以在社交中不得不隐藏真实的自己，表现出一副我不重要，你们开心就好的样子。但这并不能换来尊重，反倒是给了别人伤害自己的理由。所以你就勇敢地迈出一步，这不需要多大的勇气，可能只是一个爽快的不字，一个自信而强硬的眼神，或者是一句你怎么想不关我的事儿，他们就能感受到你善良的外表下也有寒气刺骨的锋芒。